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欢迎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介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带观众朋友特别来关注到是美国这一回硬抓了委内瑞拉的总统之后呢，没有想到委内瑞拉这一回是拉起了全国的警戒戒严状态，代理总统宣布了现在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且他还扬言说要逮捕这些亲美人士。总统府前则是现在面临的是枪声大作，连战车都开上街头了。难道内战真的要爆发了吗？赶快来关注，这是最新消息。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呢，在1月15号这一天，在这个美国总统被抓之后，1月5号这一天，副总统正式的就职了，代理总统他是罗德里格斯。那《每日邮报》就特别在这边做了一个报道，说呢，在他就职当天晚上，委内瑞拉总统前突然间爆发了激烈的枪声，还有战车开上街头。那其实呢，在他就职的当下，他之前我们知道他多次的跟美国呛虾，但是呢，昨天又说要配合美国，但是最新消息就在就职的当下，他又说了，来自于副总统的最新说法，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且逮捕亲美人士，被解读说是不是压不过内部军方的这些压力，所以呢，现在干脆配合军方一起来反美呢？这个我们等一下会一起的来做关注。那他可以做多久呢？这个代理总统的职位，也就是从现在开始可以做90天代理。然后最多延长一次，也就是说7月份以前，他最多可以做到这个时候。那如果在这个时刻7月份之前，马杜罗还是没有办法回到委内瑞拉的话，最多30天内，委内瑞拉就要自己进行选举来选出这个新总统。不过当然了，川普在这个时候放话，确实啦，你委内瑞拉想要选出新总统，但是你目前的状况不太可能吧？现在你的内部这么的混乱，你应该先把自己整顿好吧？所以呢，他相信接下来美国的石油公司呢会去帮忙整顿，在18个月内就可以重建委内瑞拉的石油设施。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大使怎么看了？现在如果川普真的不让马杜罗回到委内瑞拉，下一任的领导人会走大选路线吗？看起来好像军事政变的可能性会不会比较大，变成这种武斗？美国的权力真的能够掌控住委内瑞拉吗？在此之前，会不会真的就引爆了委内瑞拉严重的军事斗争？大使怎么看？其实这个罗德里格斯哈，他这个在国会啊宣誓就任，那个气氛非常的好，那个几乎反对党哈，现在也一致矛头对外，就变成现在外辱来时啊，这个造成内部的团结，所以现在委内瑞拉事实上是啊，外张内弛，内部的话反而没有过去那么紧张。因为这个国家受到了外敌的入侵，而且这个对这个国家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跟羞辱。虽然西方的媒体啊，美国的媒体，一开始去报了很多这些委内瑞拉的民众上街去，好像放鞭炮庆祝啊，终于把这个 Rodriguez 要把这个马杜罗抓走啊，但是那个是媒体上的，就是说它是展现出来是一个非常局部的。是。全面性你要看它国会的气氛，国会气氛，委内瑞拉展现了空前的团结，这个是目前我们看到。你说未来会不会有变化？不知道。可是目前的情况，就他就职典礼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的平顺，没有人在下面叫嚣，也没有人有反对的声音。为什么？因为事实上，这个委内瑞拉被美国跟美国的西方的媒体把它长期的妖魔化，认为这个国家就是一个怎么样乱七八糟国家。那没有想到，人家面临到这个挑战的时候啊，1月3号当天，他们的总统被这个绑架以后，事实上他们的国家的这个宪法法庭就立刻开会，开会以后就做出了裁决，然后命令执行副总统罗德里格斯以代总统身份承担并行使委内瑞拉总统一职，是，所以他这个整个过程是完全依照宪法的规定，所以 Rodriguez 他拿到这个位置，照样是有他的合法性。那这个合法性现在还得到反对党来承认。当然，他们一上来以后，
那他们现在其实不是抓这个亲美，他是说在这一次啊，美国对委内瑞拉进行斩首行动的时候，这些替美国做内应啊，帮美国人执行这一次任务的人，他们现在要抓出来，要追究责任。倒不是说全面性的哈做一个翻美行为。那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说要希望美国把这个他们的总统还给他们，然后呢，而且说这个Maduro 是委内瑞拉唯一的总统。那当然，照委内瑞拉目前的宪法规定的话，他如果说这个原来总统不能逝世，他代理也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对，我想他们会依照宪法的规定。那反而倒是美国不愿意看到委内瑞拉现在改选，因为为什么？他现在需要一个稳定的委内瑞拉，而不是一个混乱的委内瑞拉，因为混乱的委内瑞拉，美国的石油公司不敢进去，不敢去把这个石油啊，它这一次真正的产业把它接下来。所以呢，这一次可以说是图穷匕见，也就是说把委内瑞拉搞成今天这个样子，其实啊，川普所图啊，看起来主要还是在那个石油。好，所以看起来现在整体委内瑞拉内部的这个团结的情绪，好像仍然在持续蔓延。不过在这个此刻，现在也内部传出来说，那现在没有总统嘛，是真空的状态。接下来可能会由谁来做这个权力上面的带领呢？有6个人选现在已经出来了。除了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这个副总统暂代这个代理总统之外，我们现在也看到这个当中还包括了有这个美中的较劲，因为不同的领导人其实他们各自支持的国家也不太一样，尤其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代理总统，他一下亲美一下反美，但是我们来看到2位，这个是比较偏向中国大陆的，包括了国防部长，目前掌握委内瑞拉军权的这一位洛佩斯，另外一位就是马杜洛的儿子，他是盖拉，3位现在被视为是比较稍微亲西方的，包括了这个前反对派领袖，目前流亡在西班牙的这一位，还有就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他也说呢，他有意要回来执政。那另外就是现在川普自己钦点的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谁比较有可能呢？那接下来包括了美中俄会如何抢先在委内瑞拉这边进行布局？上次哥怎么看？我在想，委内瑞拉如果没有那么多石油，我们对谁接班大概没什么太多的兴趣了。但就是那么大笔的财富，而且看到卢比欧也在上面。但其实在国内跟国外看不太一样。不过我们首先看一个结构跟模式。在中南美洲或者说其他类似的国家里头，往往如果出现，不要说这次是美国把马杜拉带走，如果有类似这样子突然一个权力真空状况的情形之下，大概会有2个系统出现，决定了这个接班人。首先，第一个，如果是他们的原先的无论宪政或政治的体制，还相对来说比较可以，也就是说民主体制还是有的这个情形之下，大概就内部的这个主要的力量，我想毫无疑问的，就现在的罗格里格斯这个副总统，特别是他自己的出身，还有包括他的兄长 George 也是一方人物。那么他们过去包括不只是在整个境内，整个委内瑞拉，包括他们在华尔街股市方面当中也有很多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不只是国内关系，国际关系也都有的。这项循序渐进哈，也就是说，现在不管是马杜罗怎么样的时候，但是马杜拉怎么样，但是现在这个副总统的总体的状态是可以的。那么在此之前，第2个东西，我们看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家人。过去其实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一次在抓这个总统，他的夫人西利亚也是一方角色，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还有他的儿子盖拉。这个往往也就是所谓这个自己的亲人本身还是有权力势力的哈，所以这个也要关注。当然说实在的，另外带就反对党啦，反对党当中除了这个还有流亡，我觉得流亡通常不太可能成啦，你没有在内在外，你只能博得一些媒体的声量而已。所以实质上是谁？其实最大关键就是军跟警。我们现在看军力当中，向来在任何政权的跌宕动荡的时候，国防部长这个角色很重要。那我们目前看这个所谓这个洛佩斯，他的角色长期在委内瑞拉来说还是说比较安定的，并不是说是极端强势。我们知道过去在委内瑞拉在查韦斯在的时候呢，他是钦定他的接班人哦，也就是说，在过去被抓起来的时候，马杜拉被抓起来的时候，
他在2013年就被指定了非常漫长的时间陪伴在侧。虽然以前是公车司机，感觉没念什么书，可是就是指定他呀，他就是符合现在查韦斯认为就是有点类似像共产主义这样的所谓社会主义当中从基层起来的，然后基层执政，然后会创造共同平均，不管是均富或均贫的这样子的政治社会。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所以军人的状况要看。那这位洛佩斯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强势哦，像缅甸那样。另外还要注意一位，我们在上面没有看到是他的警察卡贝友，他虽然是警力，可是警力当中所用的枪杆子跟维持社会的力量，在内部的动荡当中很重要。而且这个卡贝友其实是过去跟整个总统家族的关系非常好。我要表达的是，现在我们在看这些人是怎么样。除了美国的力量，是不是无论是卢比欧，我认为第一顺位是美国想要扶持谁？除了卢比欧之外，如果境内他要扶持现在的副总统或合作，那会是很大的力量。第二个部分就是军警跟谁合作，无论是军跟警，甚至一起支持谁。如果我们现在看到军力跟警力都同样支持副总统罗德里格斯的话，那应该就会非常稳了。所以这段期间，因为美国的最后意志，还有现在在纽约的审判还没有最后定下来，还会有一段波动的时间。但如大使讲的，目前比较稳定，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形成过程当中几个主要力量。美国力量、内部军警力量跟社会当中慢慢归向谁，应该真正的接班人，或至少暂时顶替的人，就会具体出现了。好，暂时顶替的人选，现在全力真空之下会是谁？我们还要再做持续的一个观察。不过呢，这一场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事件都还没有平息，川普在此刻也持续的对外放话了。他说，现在要小心的不是只是委内瑞拉的事情结束就好了，接下来他警告了古巴、墨西哥、哥伦比亚，你们要小心了。他也直指哥伦比亚的总统，特别点名他哦，特别点名这一位是裴佐，小心一点啊，因为我认为呢，出兵哥伦比亚听起来很不错。好，那裴佐没有想到他是在社群媒体上立刻回呛了。他以前呢曾经是游击队的成员，他说：“我曾经发誓过，我不会再碰武器，但是如今为了我的祖国，我决定会再次的拿起武器。”不只是这个哥伦比亚总统出来呛虾，古巴的总统也呛虾。他表示说，古巴的军队已经准备好了，必要时也会采取行动。接下来哪一个人会是川普下一个出兵的对象？美国有可能因为这个事件埋下接下来跟南美洲国家，尤其是左翼国家开战的一个种子吗？干哥怎么看？其实如果照美国的利益而言的话，这些国家它都要开刀的。可是如果说这么的频繁、这么密集的纷纷对自己的后院展开军事行动的话，可能国际社会不会原谅他。到目前为止，我们不知道美军出兵的合法性跟正当性能不能符合海牙的国际公约或者是国际法庭的一贯精神。我觉得这些都是说不过去的。可是竟然连那个美国的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他都说我们一切合法，合了什么法？国际社会正要问你说，你究竟合了什么样的法规，可以擅自出兵到人家家里，把人家的总统给抓走？对，这是一个很显而易见的问题。当然，你美国的拳头大，当然我们在看这个事情，直到现在事件已经过了72小时，我们还在想同样的问题，就是说，你怎么会这么不堪一击啊？你是主权独立国家你怎么可以让人家跑到你的总统府，把你的总统从睡梦中给拖走，然后你的侍卫队、你的军方的所有的系统都付之阙如呢？会让人家觉得非常的诧异就是说，一个主权国家可以让对方的武力如入无人之境，我觉得这个就是南美一系的国家，他们必须要好好思考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天如果说像是古巴、哥伦比亚甚至墨西哥遇到美军的再次斩首，你们抵挡得住吗？现在你就要开始想这个问题了。尤其是佩德罗就是哥伦比亚总统也翻译成佩卓啦。他 Pedro， 他老实讲一句，他从小他就是在丛林里面长大的，他是游击队出身的。他今天能够脱胎换骨变成了总统，那他一定有他的人民民意的基础在。不管他以前是不是毒贩或者说他以前是游击队，但不管怎么样，他今天做了总统。所以川普用很恶劣的形容词来形容他，他说这是一个病态的男人治理的国家，说佩德罗是一个病态的男人
治理了哥伦比亚这个国家。坦白讲，哥伦比亚它跟毒枭的关系，那就跟墨西哥和毒枭的关系是一样的，几十年来都是斩不断，那理还乱，所以一直这样，长期以往。那川普有讲一个比较实际的东西，就是说什么？就是说佩德罗有自己的骨科碱工厂，可是你要提出证据啊，对，证据在哪里啊？你有自己的骨科碱工厂，那是很严重指控啊，因为他是总统你又拿不出来。那你这样，你如果要再斩首他，这样国际社会就不能接受了。还有一个就是古巴，古巴说他怎么说？川普说古巴你是失败国家，你现在这个总统卡内尔不但没有以前卡斯楚的魄力，而且古巴现在不是靠委内瑞拉的石油化，经济早就崩盘了。他想的是不是事实？是事实，可是也轮不到你川普去干涉人家内政，甚至要把人家的元首给斩首吧。我认为这一出闹剧到此为止美国还是要自己想想看，自己在全世界所扮演的角色。等一下我们还有更多问题可以提到美国的想法，我觉得真的是异想天开，痴人说梦。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